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进来吧，浩明哥。方伯伯呢？是我让爸爸秘书这样跟你讲的。浩明哥，浩明哥，你不是一向喜欢公事公办吗？行，那我就跟你谈公事。我和我爸为了新区项目出了不少力，愚公一起吃顿饭不过分吧？你搞这些有意义吗？听说你要离婚了。看来是真的。我听说他已经找了律师。我就说嘛，像他这种人，平时就是装得很爱你而已，一旦发现拿捏不住你，就开始找退路，争取利益最大。浩明哥，妍姐，采访就在这一层的行政酒廊，嘉宾一会儿装扮好了就会直接过来。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楚啊？我才是最爱你那个。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他凭什么打我呀？雪，你给我站住！他说的没错。谁说我们离婚了？我们俩之间闹别扭不可以吗？你是方家大小姐，可不能是第三者。你自己想清楚，不要再缠着我。为什么身价上亿的我，放着门当户对的千金不要，却对一个存款只有15万的许岩穷追不舍？我是沈浩明，在商场上能靠一个决策撬动千万流水，可在离婚冷静期里，连让他多跟我说句话都得绞尽脑汁。我真是一头猪！直到失去许岩，我才明白那些令我自豪的亿万身家，在真爱面前一文不值。因为他的15万存款是熬夜直播跑遍面料市场攒下的底气，而我的钱却成了隔开我们的墙。记得第一次放下面子，是被他吐槽老千锋3件套那天，他对着我火力全开。你这个大油头，万年不变。这个西服半永久3件套，怎么了？你是床上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老千锋？我虽然当时嘴硬反驳，可转头就把眼镜摘了，还连夜把定制西装塞进衣柜，换上简单的休闲装，连常年梳得一丝不苟的油头也故意弄成清爽的样子。我开始耍起了连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小聪明，假装出差躲着签离婚协议，借口做全套体检拖延时间，甚至赖在他家修网络换窗帘，哪怕他满脸不耐烦，我也厚着脸皮凑上去。后来实在没辙，我找到了他的医生朋友于一鸣，这小子跟我一样是冷静期的难兄难弟。他说我总端着霸总架子，还说许岩要的不是我的资源，而是我的真心。我才恍然醒过来，以前我连爱都要按掌控者的剧本走，现在我必须放下身段对他死缠烂打，才算真正迈出第一步。姐夫，妹夫。其实真正让他态度软下来的，是在与小蒋总开会时，我没有像从前那样用资源压人，反而一针见血指出项目漏洞后，强调最终决定权在你，凭借专业能力指出风险，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以前我总觉得给资源就是帮他，可那天才明白，他要的从不是我的施舍，而是尊重。将来无论是我、蒋总，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看着他惊讶的眼神，我知道我们之间那道冰缝终于透进了点光。后来他的研一坊出了问题，我没敢直接拿钱解决，怕他觉得我又在耍有钱人的把戏。咱们要不要想想办法帮忙严姐？帮忙他不会接受的，而是亲自开着货车去帮他搬货。我心疼的让他上车休息。我跟你一块。没事，我跟师傅搬好了。快！我徒手搬完了一整车沉甸甸的货，衬衫被汗水泡透贴在背上，手肘蹭得又红又疼。我沈浩明这辈子没干过这么粗的活，可那天看着他眼里的动容，我突然觉得比谈成上亿的项目还开心。因为我只是想让他看见，我不是那个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沈总，而是也能跟他一起扛苦。后来我也向他承认自己过去的自以为是。那天在车上，他主动给我擦汗，他的手指碰到我脸颊的瞬间，我差点没绷住，赶紧放慢呼吸装睡。其实就想多在他肩上靠一会儿，多感受会儿这份踏实，好像这样就能把从前弄丢的温柔偷偷补回来一点。后来为了挽回他，我甚至不惜借助舞台用陈世美的角色自比。我曾经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于是在自以为是的功利当中失去了一个最为我着想的人。如果你再一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人。那一刻台下的议论声我都听不见了，因为眼里只有许言。现在的人总说爱情要门当户对，可我用了半条命才懂，其实真正的门当户对从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匹配，而是我愿意放下亿万家产的骄傲，他愿意收起15万存款的防备，是两个人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说话。因为爱情里最昂贵的从来不是豪车豪宅，而是放下骄傲听你说的耐心，是躬身入局替你扛的决心，也是把决定权交换给你的真心。赵露思与陈伟霆携手主演的新剧《许我耀眼》刚开播便冲上热搜，女孩许妍怀揣着对青年才俊沈浩明的倾慕与爱意，一心想要与他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当第一次与沈浩明的父母见面这个重要时刻，许妍竟做出了一个大胆且惊险的决定，请来两个人假扮自己的父母。谢谢叔叔阿姨愿意把妍妍嫁给我，能够娶到她是我的幸运。他精心策划着每一个细节，试图用这虚假的表象蒙混过关。见面现场气氛看似融洽，实则暗流涌动。沈浩明的父母本就心思细腻，在交谈过程中，逐渐对许妍父母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不经意间聊起许妍父亲所在大学的事情，试图从这细微之处寻找破绽。许妍察觉到危机，内心虽紧张不已，但表面仍强装镇定。他提前给那两位假扮的父母做了大量功课，不仅带他们熟悉学校的位置，还让他们了解周边饭店的情况。面对沈浩明母亲对父亲身份的追问，许妍灵机一动，称父亲是研究人员，因工作性质特殊，相关信息难以查到。为了进一步坐实父亲是外国大学教师的身份，他甚至让假扮者模仿真正大学教师的签名，并在沈浩明父母面前成功签下了一模一样的名字。一番操作下来，众人一律赞消，打算前往院子继续商讨婚礼事宜。然而就在沈浩明的母亲和许妍单独走在路上时，局势急转直下。母亲面色凝重，直接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原来在吃饭时，他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母亲给许妍夹的鸡蛋，许妍一口未动。他深知若是亲生父母，不可能不清楚女儿的喜好。就在那一刻，他对许妍父母的真实身份起了疑心。许妍听闻心中一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无奈之下只能编造另一番说辞。他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身世，称父母从小便离开他去了外国，自己一直跟着姥姥长大，基本没见过父母，也未曾感受到家人的关爱。这一次若不是因为结婚，父母根本不会回来。他表示自己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才故意营造出家庭和谐的假象。沈浩明的母亲听后感同身受，她想起自己曾在沈浩明小时候出国打工，深知缺少家人陪伴的痛苦。就在这时，保姆前来有事相告，母亲安慰了许妍几句后便离开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妍刚松一口气，便接到了欢欢的电话。原来她从策划转变为活动主持人的申请又一次被驳回了。这对一直努力想要在事业上有所突破的许妍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快下定论。到了晚上，许妍带着那两位父母来到酒店，她神色疲惫却仍强打精神，对他们说只要完成婚礼，任务就算完成。安排好父母后，许妍独自走进电梯，狭小的空间里，她终于卸下了伪装。用谎言构建的人生，我拼尽全力将它筑为堡垒。可是，在沙滩上，又怎么会有城堡？
第二天，许岩如往常一样来到演播现场，他试图将昨晚的烦恼抛诸脑后，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然而现实却并未如他所愿。主持人孙思维姗姗来迟，一见到身为策划的许岩，便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他认为许岩只会在背后搞小动作，对许岩的工作能力百般质疑。他吐槽台词极度不通顺，抱怨请来的嘉宾一次比一次差，甚至对许岩提出的建议也充满敌意，觉得那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你有那精力，还不如花心思怎么讨好我。这节目我说了算，我一句话就能滚蛋。许岩站在一旁，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他心中委屈，却又无处诉说。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职场环境中，他努力想要证明自己，却总是遭遇各种阻碍。而感情方面，他用谎言编织的爱情之网，也不知何时会突然破裂。赵露思新剧刚一开播，便让人知道了什么才是职场的霸凌。许岩这位怀揣着梦想与热情的职场人，在公司的舞台上奋力拼搏。他答应来了。项目老师很有兴趣，说要看一下整个时间的。那就是没有谈好了。然只因他未能请到公司心心念念想要邀请的人物，公司便立刻翻脸不认人，以他的节目收视率持续走低为借口，毫不留情地发出威胁，若是下次收视率继续下滑，便准备将他辞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狠狠地砸在许岩的心上。许岩虽满心疲惫与委屈回到家中，但他并未选择沉沦，于是他强打起精神，准备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就在这时，男友沈浩明的出现，如同一束光照进了他略显灰暗的世界。沈浩明竟直接拿出了公司想要邀请的三木老师的联系方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安排？因为在你那边有我的信任。然而许岩敏锐地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她立刻试图转移话题，问起男友对昨天自己父母的印象如何。可沈浩明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他觉得这与自己无关，在他心中，爱的人只有眼前的许岩。在这美好的夜晚，二人深情拥吻，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他们无关。但他们之间的故事还得从半年前说起。那时身为策划的许岩，为了能邀请更多的人参与自己的节目，可谓是绞尽脑汁，而沈浩明便是他目标名单中的一员。为了能见到心心念念的沈浩明，许岩付出了多日的不懈努力，终于他以想要成为学徒的身份，获得了与沈浩明见面的机会。初次见面，许岩便被安排了一个任务，修剪面前的龙舌兰。这对于许岩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他不仅将龙舌兰的各种专业知识娓娓道来，还自信满满地说出自己修剪的方向是让龙舌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这一番独特的言论瞬间引起了沈浩明的注意。沈浩明不知不觉来到了许岩面前，静静聆听他的谈论。许岩越说越投入，眼神中闪烁着对职务和工作的热爱。他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带着魔力，让沈浩明对这个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沈浩明话锋一转，提到了许岩的工作。明天来上班吧。不过你来我这儿，那你的工作怎么办，许小姐？原来他早已暗中调查了许岩的身份，得知许岩为了接近自己，竟学习了如此多的知识。刚刚的一番话更是让他刮目相看。不过沈浩明依旧态度坚决，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许岩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著名的植物学家伊丁老师亲自制作的剪刀。这把剪刀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工具，更是许岩诚意的象征。沈浩明这才发现，眼前这个女孩真的做足了功课。或许是被许岩的真诚所打动，沈浩明也拿出了一份礼物回赠。许岩满心期待地打开，发现竟是一瓶桂花蜂蜜。本以为这只是个意外的许岩，却从沈浩明的口中听到了关于自己的事情。原来沈浩明关注到了他发在网上的文章，文章中许岩表达了对外婆做的桂花酱的喜爱，于是沈浩明便送上了这瓶桂花蜂蜜。这份细心与体贴让许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第二天，许岩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然而职场的风云变幻从未停歇。刚一坐下，同事便不怀好意地凑了过来，又一次问起了有关沈浩明的事情。许岩此刻还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只能无奈地应付着。同事的追问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好在同事离开后不久，许岩接到了沈浩明的消息，让他来金达集团找他。这消息让许岩的心情瞬间明亮起来，他精心打扮了一番，怀着期待的心情前往金达集团。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当许岩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沈浩明时，意外却突然降临。由于连日的劳累加上感冒，他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刚一见到沈浩明，一阵眩晕感便袭来，他眼前一黑，竟直接晕倒在了沈浩明的身上。身为一名普通打工者的许岩来到了沈浩明所在的公司，然而刚刚见到沈浩明的时候，许岩便因连日的劳累与身体的不适，直接晕倒过去。当许岩在医院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沈浩明那略显疲惫却满是关切的脸庞。原来是沈浩明亲自将他送到了医院，生怕许岩有个三长两短。此刻看着正在处理消息的沈浩明，许岩心中满是感动，他轻声说道，想让沈浩明先去忙自己的事情，不必一直守在他身边。是我把你叫出来的，我当然要负责到底了。等你退烧了，
我还要接受你的采访。随后，沈浩明更是贴心的为许妍拿来了水，小心翼翼的将水递到她嘴边。注意到许妍手上的伤口，他也找来创口贴为她贴上。在这温馨的氛围中，二人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如同春日里的花朵，逐渐绽放出恋人的芬芳。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职场中遭受过霸凌的许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又一次陷入被欺负的境地，而这次施压的竟是男友沈浩明的母亲于阿姨。这一天，许妍出于礼貌来到于阿姨家中拜访，她小心翼翼地为于阿姨倒茶，还贴心地给她的朋友们让座。可于阿姨和她的朋友们却并未领情，不仅没有一句感谢，反而是一顿冷嘲热讽。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许妍强忍着心中的委屈，默默承受着这一切。这时，佣人前来更换水果和水壶，许妍见状便主动上前帮忙。二人一同来到后厨，佣人看着许妍，忍不住说道：“许妍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许妍微微一愣，佣人接着又说：“头发这么毛躁，和其他人顺滑的头发差远了。”许妍心中一阵酸涩，却只是勉强笑了笑。就在这时，于阿姨突然来到后厨，许妍本以为她会留自己下来吃晚饭，没想到于阿姨却冷冷地说：“去会所把晚上需要的菜拿回来。”说完便又约许妍周六上午二人见面好好聊聊。许妍这才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家庭之间有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回到公司上班的许妍来到主任的办公室，将下一期的策划书交给了他。本想着尽快离开的他，却被主任拦了下来。昨天还嚷嚷着要开除许妍的主任，此刻却换了一副面孔。他一脸诚恳地说自己对他期望很高，让他先做节目策划是为了镀金，为以后当主持人做准备。许妍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可主任接下来的话却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刚刚燃起的火焰。原来这一次的主持人申请被驳回了。许妍为了这个美食节目付出了太多，她不仅自掏腰包，很多时候还要亲自参与节目的制作，从策划到执行，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她的心血。可如今却换来这样的结果，她愤愤地离开了办公室，心中满是失落与不甘。就在这时，许妍接到了于阿姨打来的电话，吃饭的地点跟时间我都发你手机上。好的。许妍为了能够融入这个圈子，便自己前去花钱做了柔顺，希望以更好的形象出现在于阿姨面前。见面的时候，许妍本想着能和于阿姨好好吃顿饭，可没想到到了地方才发现还要等一个朋友。不一会儿，那位朋友来了，于阿姨便和这位朋友开始高谈阔论起来，从专业的金融知识到跨国生意，他们聊得热火朝天，完全忽略了许妍的存在。好不容易等那位朋友离开了，于阿姨才慢悠悠地说出了自己请许妍来的真实目的。虽然你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你的家境不太好吧？他认为许妍面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生气，一次又一次地探索许妍的底线，觉得许妍过于隐忍，不适合自己的儿子。听到这些话，许妍的心中五味杂陈，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她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被别人欺负，被骂是没有父母的野孩子。我是野孩子，我有爸爸妈妈和外婆在很远的地方。他只能默默忍受，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如今面对于阿姨的刁难，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助的童年。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是胆怯和隐忍。冷静下来的许妍将近期遭遇的种种不愉快一股脑地归结到了于阿姨身上。在她心中，自己好不容易才寻得那个真正倾心的人，这份爱情她绝不可能因为于阿姨的刁难与阻挠就轻易选择放弃。时光悄然流转，在许妍的努力下，半年后的今天，事情已然发展到两家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地步。第二天的公司会议上，气氛凝重而热烈。公司老总沈府郑重地提出了新区的建设计划。更令人振奋的是，目前已经得到了最大公司世丰的资助意向。会议上，众人纷纷表达对这次合作的看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沈浩明却始终一言不发，眉头紧锁。会议结束后，沈浩明被父亲叫到了办公室，这时他才缓缓道出自己的顾虑。原来世丰新上任的郑董事长在处理事故时总是尽力掩盖真相，这种做法让沈浩明心生疑虑。而且郑董事长是空降而来，在公司内部根基尚浅，没有自己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更让他担忧的是，郑董事长带来的3个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基于这些原因，沈浩明认为世丰公司内部必定暗藏矛盾，随时可能爆发。沈父听后沉思片刻，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觉得郑董事长能做到这个位置，绝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如此简单。建筑行业的水源比想象中要深，其中的复杂关系和利益纠葛不是轻易能看透的。
最后沈父语重心长的让沈浩明这段时间安安稳稳的度过，多去熟悉公司内部的事务，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另一边，三木老师成功与节目达成了合作，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沈浩明的牵线搭桥，更是因为许妍的真诚与负责。即便面对身处外国的三木老师，许妍也能做到及时回复消息，这种敬业精神让三木老师十分赞赏。于是二人约定下次和沈浩明一起吃饭。然而就在许妍满心期待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于阿姨的电话。喂，于阿姨，现在吗？我还有，没问题。你把地址发给我。电话那头于阿姨的声音不紧不慢，让许妍前往售楼处。许妍心中虽有疑惑，但还是匆匆赶了过去。当她到达售楼处时，才发现原来是于阿姨来为他们挑选结婚用的房子。许妍心中一紧，她知道于阿姨又准备开始测试她了。于阿姨看着许妍，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挑衅，让身为建筑世家出身的许妍给出选房建议。许妍强装镇定，装作仔细查看房子的样子，心里却早就乱成麻绳了。她深知自己的每一个建议都可能被于阿姨挑出毛病，成为攻击自己的把柄。就在事情即将被揭露，许妍感到无比窘迫的时候，沈浩明如同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了她的身边。沈浩明轻轻握住许妍的手，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尴尬。如果没什么事，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去了啊。随后二人来到沈浩明的植物室内，这里绿意盎然，沈浩明亲自为许妍做套口。在温馨的氛围中，他向许妍说起自己喜欢龙舌兰的原因。在他眼中，龙舌兰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积蓄力量，一生只爆发一次，这种美好让他深深着迷。说着，沈浩明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手表送给许妍。他提到许妍为了争取成为主持人，付出了无数的努力，而此时的主持人却经常去自己妈妈那里告状，试图阻止许妍的发展。许妍听着沈浩明的话，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眼前困难的担忧。但在这短暂的时光里，二人在植物室内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第二天，许妍带着一条奢侈品的围巾，满心欢喜的前去送给婆婆于阿姨。她以为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能够得到于阿姨的认可，拉近彼此的距离。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她沉重的一击。于阿姨看着围巾，脸上没有一丝喜悦。虽然围巾的品质很好，但款式却根本不符合她的喜好。许妍看着于阿姨冷漠的表情，心中一阵失落。她这才深刻地意识到，要真正融入这个圈子，成为其中一员，是何等的艰难。为了能尽快融入那个看似光鲜却难以接近的富婆圈子，许妍绞尽脑汁，最终把目光投向了家中的女佣。她觉得从女佣这里或许能打开一条融入圈子的捷径。许妍拉着女佣一同前往超市，在超市的货架间穿梭时，女佣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不经意间说起曾经沈浩明也带过一个女朋友回家。可那个女孩在于阿姨的小圈子里并不讨喜，各种表现都没能入于阿姨的眼，最终被于阿姨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许妍听着瞬间明白过来，于阿姨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接受自己，之前的种种不过是表面的敷衍。但她没有气馁，反而暗暗下定决心要主动出击，想尽办法融入这个圈子。第二天，许妍精心打扮后，和于阿姨等人来到了网球场。其实她对网球一窍不通，但为了能融入这个圈子，她还是硬着头皮来了。看着于阿姨他们在球场上挥洒自如，许妍只能在旁边干着急。不过她很会察言观色，在于阿姨他们休息的时候，主动跑过去帮他们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网球。这时于阿姨看着许妍，开口说起许妍家中的事情，语气中带着一丝审视。都是知识分子，在国外很多年了。他父亲在雪城大学当教授，但似乎也认可许妍家庭条件符合自己的要求。于阿姨的朋友在一旁观察着许妍捡球的举动，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觉得许妍是个有修养的人，各方面都很符合他们的眼光。然而就在气氛逐渐融洽的时候，一群朋友前来寒暄，各种奉承的话不绝于耳。大家沉浸在这虚假的热闹中，脸上都挂着虚伪的笑容。突然曲总的出现打破了这场闹剧，众人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目光瞬间都落在了曲总身上，然后匆匆围了上去，如同众星捧月一般。许妍站在一旁静静观察着这一切。她从美玲姐口中了解到，原来曲总是南山资本老总的妻子，众人这么追捧她，无非是希望能够从她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许妍心中一动，她知道如果能和曲总搭上关系，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必定会逐渐上升。经过一番打听后，许妍得知曲总喜欢昆曲，而且还要举办昆曲大赛，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许妍立刻来到舞房寻找曲总的身影。终于在舞蹈房中，她看到了正在练习昆曲的曲总。此时的曲总正被水绣花困扰，一次次地尝试，却始终没办法学会。许妍知道这是自己表现的好时机，她赶忙请来老师帮助自己学习水绣花。可老师告诉她，最快学会流水绣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1个月对于急于融入圈子的许妍来说太漫长了，但她没有退缩，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演播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许妍就会练习。
他的手臂因为长时间的挥动而酸痛不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许妍成功学会了流水袖。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日复一日的坚持也让曲总注意到了他。曲总对这个勤奋又执着的女孩产生了兴趣，主动和许妍搭上了话。许妍心中暗喜，她知道自己的计划初见成效。为了能在这个圈子里立足，许妍开始用谎言编织自己的周围。真好，谢谢。我听老师说你才开始学啊？我是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就觉得好看，长大了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才来专门学一学。这时曲总说起自己发起了一场昆曲大赛，并邀请许妍也来参加。在舞蹈房中，许妍和曲总开始相互练习流水袖。许妍看着曲总认真的模样，心中暗自得意，觉得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然而就在这时，曲总接了一通电话，原来是他儿子关于入学莱茵国际学校的事情。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曲总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等电话结束后，许妍为了进一步拉近和曲总的关系，说起了自己是节目主持人的事情。我们打算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女性来参与。抱歉，我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可他没想到，这句话却让曲总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最终不欢而别。但许妍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她思来想去，竟然直接找到了美玲姐。她向美玲姐说起曲总会参加自己的节目，还描绘了一幅如果节目能请来更多人，将会多么精彩的蓝图。她希望美玲姐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自己请来更多的人，让节目更加火爆，也让自己在这个富婆圈子里站稳脚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许妍深刻领悟到一个道理：只有拥有一定的资源，才能让他人真正重视自己。凭借着曲总的名声，许妍成功吸引了主任的重点关注。主任对许妍的能力和潜力有了新的认识，这为许妍后续的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许妍敏锐地察觉到节目转型的契机，她决定改变节目的方向，从原本邀请明星参与，转变为邀请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她认为这样的转变不仅能提升节目的深度和内涵，还能为自己积累更广泛的人脉资源。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妍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转主持人的申请，麻烦您再提交一次。我给你这个机会，放手做去吧。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许妍早早地来到舞蹈房等待曲总。她深知曲总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节目，但他早有准备。当他拿出精心准备的嘉宾名单时，曲总才恍然大悟，原来许妍举办的这次节目是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名单中不仅有莱茵国际学校的校董，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许妍心里清楚，对于这些富婆来说，结识有影响力的人并不难，但通过节目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才是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许妍趁热打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计划。她表示会为曲总准备专门的昆曲展示节目，借助节目的影响力，将昆曲这一传统文化艺术更好地宣传出去。同时，她还主动提出可以亲自为曲总主持这次昆曲节目，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诚意。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条件，终于打动了曲总。曲总权衡利弊后，决定参加这次活动。活动当天，现场气氛热烈非凡。许妍凭借出色的主持能力，将整个活动流程安排得井井有条。节目大获成功，不仅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也让许妍在富婆圈中声名鹊起。从此，许妍凭借主持人的身份，拥有了邀请这些富婆上电视的权利。她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富婆们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他们牵线搭桥，谈成合作。渐渐的，众人对许妍举办的这次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妍更是看准时机，以于阿姨的身份邀请其他2位客人前去节目做客。下一期的家宴节目，曲总还是会去的。不知道马阿姨、孟阿姨有没有时间？于阿姨说了，特意为2位留了名额。得到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们兴奋不已，立刻回去着手准备相关事宜。等到众人走后，于阿姨才意味深长地说起将人情推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心里明白许妍这丫头不简单，开始对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姑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节目的爆火给许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她不仅成功成为了主持人，还吸引了众多赞助商的目光。之前的赞助费用与现在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在许妍信心满满地前往化妆间时，之前的主持人找上门来。这位主持人认为许妍抢走了自己主持人的位置，心中充满了怨恨。他怒火中烧，对着许妍就开始攻击，声称许妍是靠着富2代男朋友才走到今天的地位。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和闲言碎语，许妍根本不想争论，她深知无需过多解释，于是她匆匆离开了化妆间。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他
成高知家庭了。回到演播室后，许岩迅速处理好所有的事情，他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准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然而当他路过电视时，意外地看见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主持人的画面。从小就被新闻主持人吸引的他，在这一刻仿佛回到了童年，心中涌起一股熟悉而又温暖的感觉。他呆呆地站在电视前，眼神中透露出对新闻主持行业的向往和憧憬。直到男友前来打断他的思绪，准备带他回家，他才缓缓回过神来。第二天，在家中的众人一起看着电视中播出的新闻，原本大家都沉浸在新闻内容中，突然电视中的一个人引起了许岩的注意。你是山西人是吗？推动城市建设，提升道路狭窄，对，基础设施。那个大云县你去过没有？不仅拓宽了街道，还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并在整个商区的建筑外。我姥姥就是大云县云来村的。对了，叔叔，您去出差没有多玩2天？没有，我就是过去剪了个彩，来去匆匆嘛。许岩正沉浸在电视节目中，眼神漫不经心地扫过屏幕，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父亲出现在了电视画面里。那一刻，紧张感瞬间从他内心深处传来，心脏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他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秘密，极有可能在这一刻被无情揭穿。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山西，许岩的真父母正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此时，父亲正一边熟练地为顾客烫着头发，一边和顾客闲聊，他脸上带着几分感慨，说起家中的情况。小女儿不在身边，平日里连个消息都很少，还是大女儿贴心，一直留在自己身边陪着。而且大女儿也快结婚了，女婿在银行工作，有着一份体面的职业。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口中的大女儿乔琳正在经历一场噩梦。乔琳遭受了别人的咸猪手，在愤怒和反抗之下，一番激烈的闹腾后，她和对方一同进了局子，直到男友匆匆赶来，才将乔琳从局子里接了出来。男友的父母得知此事后，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觉得儿媳给自己丢了脸，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儿子见状，赶紧拿出了这次准备婚礼的各项费用清单，还说明份子钱会上交给父亲。可当话题转到酒桌安排时，母亲却不乐意了，她认为只摆20桌实在太少，根本不够气派。但儿子无奈地解释，银行有规定，员工不能参加20桌以上的宴席。母亲听后立刻将矛头指向了乔琳，阴阳怪气地说她败坏了自家的名声，很可能会影响儿子的工作。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乔琳感到无比委屈和绝望。我算好了，还剩下17866，应该够咱们俩度蜜月的了。你自己度去吧。回到自己家中，乔琳思来想去，决定联系上妹妹许妍。为了不让爸妈怀疑自己悔婚离开家中的事情，她编造了一个理由，打算以单位组织学习的名号去荆州出差。她心想，这样既能离开那个让她压抑的家，又能和妹妹见面，或许还能从妹妹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和支持。果然，第一次来到荆州的乔琳看着眼前繁华的公司大楼，心中充满了期待。她本想着给妹妹许妍一个惊喜，于是没有提前告知就来到了许妍工作的地方。然而万万没想到，当许妍看到突然出现的姐姐时，脸上并没有惊喜，反而是一脸的惶恐。许妍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身份就像一层薄纱，随时可能被姐姐的出现捅破。她担心一旦身份暴露，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于是二人决定先前往许妍家中休息一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突然前来。沈浩明是许妍身边的富二代，他的出现让许妍更加紧张。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许妍急中生智，这位是我是王表姐，他来找我。他让沈浩明暂时离开，然后带着所谓的表姐乔琳先找个酒店住下。来到酒店后，乔琳越想越生气，她觉得许妍自从搭上了富二代，就忘记了自己家人的身份，变得如此陌生和冷漠。她忍不住对着许妍发起了脾气，指责她忘本。而许妍始终认为自己和爸妈没有任何关系，在她心里，那个家给她带来的只有痛苦和伤害。她冷冷地看着姐姐，随后便准备离开。在离开的时候，她还特意强调自己不姓乔，而是姓许，仿佛这样就能彻底和那个家划清界限。我姓许，许妍。然而看着姐姐独自一人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她还是有些担心。犹豫再三，她选择了转账1万给乔琳，希望姐姐能在这个城市里过得稍微好一些。回家的路上，许妍的思绪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她瘦小又怯弱，经常被一群孩子欺负。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是乔琳挺身而出，像一位勇敢的骑士一样保护着她。那一刻，乔琳的身影在许妍心中无比高大，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而此时在另一个地方，外婆正在和许妍的父母激烈的争吵着。原来许妍的父母为了能够生下一个男孩，结果把自己的身子弄坏了。更不幸的是，出生的许妍也因此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此次父母二人前来，是为了让许妍回去上小学。小小的许妍回到家中后，表现得异常懂事。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妈妈，我会洗澡。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
妈妈会洗衣服。母亲如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然而在离开的时候，她竟忘记关上煤气。这个小小的疏忽即将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家中的2个女儿乔琳和许妍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悄然逼近。煤气的味道在空气中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等到父亲回到家中，刚一打开门，一股刺鼻的气味便扑面而来。他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来不及多想，迅速冲进厨房关上煤气，然后手忙脚乱地打开窗户。此时他看到了昏迷在沙发上的大女儿乔琳，没有丝毫犹豫，他一把抱起乔琳就往屋外跑去。而就在他慌乱地安置好乔琳，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买菜回来了。母亲这才如梦初醒，惊恐地意识到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女儿许妍。然而区别对待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在医院里，父母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乔琳身上，他们围在乔琳的病床前，眼神中满是担忧和关切，轻声细语地询问着她的状况，仿佛乔琳是他们的全部。而许妍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无人问津。她的生日，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重要的日子，父母也能轻易忘记。许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时光匆匆，许妍步入了高3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是通往未来的桥梁。然而对于许妍而言，这座桥梁却似乎被无情地截断了。父亲来到老师办公室，与老师商议着不让许妍参加高考的事情。许妍偶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她的世界瞬间崩塌。她不顾一切地冲进办公室，眼中满是愤怒和不甘，大声指责父亲的行为。在众人的注视下，父亲和许妍来到楼下。父亲看着情绪激动的女儿，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家里经济拮据，没有足够的钱供养2个大学生上学。在父亲的心中，姐姐乔琳应该去上大学，改变家庭的命运，于是只能让许妍留在县城找工作。许妍听着父亲的话，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翻涌。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父母偏心的事实。为什么你们不要说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乔琳？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他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痛苦和无奈。然而父亲却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只要将女儿抚养长大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他看着女儿倔强的样子，心中的怒火也渐渐升腾起来。在情绪的冲动下，他忍不住扇了许妍一巴掌。这一巴掌狠狠地击在了许妍的心上，也彻底断绝了2人之间的父女情分。许妍哭着一路狂奔，回到了外婆的家中。外婆看到许妍满脸的泪水和红肿的脸颊，心疼不已，紧紧地将她抱住，给了她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港湾。许妍一路回想着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那些被偏爱的瞬间。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一丝神秘，邀请许妍来自己的工作室。许妍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工作室。工作室里，一株已经有16年的龙舌兰吸引了许妍的目光。沈浩明告诉许妍，他觉得今晚很可能是这株龙舌兰开花的时刻。许妍静静地凝视着这株龙舌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共鸣。龙舌兰一辈子都在默默地汲取养分，它扎根于土壤，努力生长，就是为了能在最后的时刻开出一朵绚烂的花。这境地让许妍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处境，她觉得自己和这株龙舌兰何其相似。此时的许妍又想到，龙舌兰开花是为了将自己花粉散去，遇到另一株龙舌兰，进而孵化出更多的生命。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自己生命的消亡，但是为了以后的未来，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献出生命。许妍看着沈浩明，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他和沈浩明就如同这2株龙舌兰一样，如果他们相爱，那么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都会坚定地在一起。仔细想一想，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让人万万没想到，许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中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狠下心将情同手足的姐姐乔琳说成是远方亲戚，还以各种理由认为婚礼不必邀请她前来。此时的远房亲戚正身处一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内，不仅将豪华的酒店给退了，还将许妍给的钱给退了。给个台阶还不下了，臭妹妹，臭许妍，当没你这个妹妹。然而就在乔琳独自在出租屋内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竟是她的前男友发来的。原来前男友这次是因为父母的事情，想要向乔琳道歉，并且请求她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可乔琳早已看清了这个渣男的真面目，面对他的请求，只冷冷地在手机上回复了一个滚字。可这渣男并不死心，为了请求乔琳的原谅，他竟来到了那间他们曾经熟悉的理发店。乔琳的父母满心欢喜，还满心期待着能和这位曾经的女婿一起喝酒聊聊天。然而渣男却带来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
乔林已经离开了。我们俩分手了。乔林的父母得知女儿去了荆州，心里便隐隐觉得女儿此去必然会去找许岩，于是他们心急如焚地拨通了许岩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挂断的忙音。为了找到大女儿，两位老人没有丝毫犹豫，按照2年前许岩留下的地址，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荆州的路途。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那个小区时，许岩正好带着沈浩明一家人出现在了小区里。许岩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父母，那一刻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小妍，妍妍。而就在这时，真正的两家人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见面了。许岩精心编织的所有谎言，在这一瞬间如同泡沫一般被无情地戳破。沈浩明一家人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脸上满是愤怒与失望。他们认为许岩是为了骗婚才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情，于是纷纷开始责怪许岩的所作所为，指责声如同潮水一般向许岩涌来，让他有些招架不住。就在许岩感到绝望的时候，于阿姨轻轻地将他唤醒。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许岩自己想象出来的场景罢了。就在这时，沈浩明突然说道：“下午3点，3叔的飞机就要到了。”众人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放弃做客，选择去接机。在送别沈浩明一家人后，许岩的爸妈也发现了他，随后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于是真假父母在此刻戏剧性的相见了。假父母看到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自己是婚庆公司的人，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处。真父母看着即将结婚的许岩，内心开始慌张起来。他们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隐瞒这么多事情，而此时的许岩却冷冷地说出自己不打算邀请父母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句话如同利刃一般刺痛了父母的心。愤怒的父母刚要发作，许岩却将姐姐的地址告诉了他们，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岩的父母按照地址来到了大女儿乔林的出租屋内。在寸土寸金的荆州，乔林只能合租一间小小的房间，生活过得十分拮据。这次他打算在荆州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开启新的生活。在与父母的交谈中，乔林竟然得知了妹妹许岩竟然打算结婚的消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他来到了许岩的家门外。就在家门外，乔林看到了许岩的假父母，随后从许岩那里得知了一切真相后，乔林终于明白了妹妹最近做出这些荒唐事情的原因。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一辈子。原来许岩一直渴望嫁入沈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甚至伤害到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然而许岩却觉得以后的事情可以以后再慢慢解决。在他看来，为了能够嫁入沈家，自己只能做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事情。此时的许岩眼中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他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当他第一次看见沈浩明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明。沈浩明是他见过唯一一个对他负责的人，在他心中，沈浩明就是那个能带他走出困境走向幸福的人。为了这份所谓的幸福，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这场由谎言引发的婚礼风波究竟会如何收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如同那迷雾中的道路，让人看不清前方的方向。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当姐姐乔林终于找上门来，将所有的事情都了解清楚后，她才惊觉妹妹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真的邂逅了所谓的真爱。然而乔林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忧虑，在她看来，谎言终究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到那时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可能化为泡影。可此时的许岩却陷入了自己的执念之中，他觉得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而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他生命中的救赎，是他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住的。在他心中，事业和爱情缺一不可，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将这两者都牢牢掌控在手中。告别姐姐后，许岩独自坐在家中，品尝着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原来沈浩明在查看婚礼名单时，发现自家那边来参加婚礼的家人数量众多，而许岩这边却只有他的爸妈和2位同事。许岩见状只好无奈地解释，称家中亲戚平时不常走动，彼此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不想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婚礼。就在这时，沈浩明不经意间提到了姥姥，他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诚恳地说自己想陪着许岩一同回去探望姥姥。许岩心中一紧，他深知如果沈浩明一同前往，自己的谎言将会彻底暴露。于是他急中生智，以公司业务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他亲自处理为由，巧妙地拦住了沈浩明。挂断电话后，许岩陷入了沉思，他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该如何继续圆这个谎言。就在这时，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母亲在电话那头鼓起勇气说，自己毕竟是许岩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想要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没等母亲把话说完，许岩便心急如焚地挂断了电话。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意外，
他迅速将电话备注中原本的妈改成了母亲的真实姓名。经历了这场电话风波后，许妍决定搭乘大巴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姥姥家。当大巴车缓缓停下，高叔开着那辆三蹦子前来接他。坐在三蹦子上，许妍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个充满温暖和回忆的地方。三蹦子一路颠簸前行，终于停在了姥姥家的小院前。许妍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姥姥。姥姥正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摘着桂花。许妍心中一酸，赶忙快步上前，轻轻扶着姥姥从凳子上下来。随后她挽起袖子，帮助姥姥采桂花。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夜幕降临，许妍和姥姥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吃着新鲜的水果，月光洒在他们身上，为这个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馨。许妍犹豫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向姥姥说起了自己谈的那个男朋友，还提到自己打算下个月就结婚。姥姥听到这个消息，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许妍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后她缓缓地说起了爸妈来到了荆州，还表示自己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姥姥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许妍，她原本打算把许妍的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幸福。然而许妍却委婉地说起路途太远了，不希望姥姥太折腾。可听到许妍这样说，她知道许妍有自己的难处，于是姥姥便说起自己不想去了，并让她以后带来结婚照片就行。那一夜对于许妍和姥姥来说都是一场揪心的夜晚。当许妍将剩下的水果放进冰箱时，意外地看到了冰箱中满满的都是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那一瓶瓶桂花蜜仿佛是姥姥对她无声的爱。许妍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对姥姥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那些被她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和愧疚，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我一定会接你到荆州去的，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许妍自幼便在姥姥的悉心照料下长大，内心中对姥姥的情感也格外深厚。当她独自坐上返回荆州的大巴车，而她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那些与姥姥共度的珍贵时光。小时候每一次生日回到姥姥家，姥姥早早的就为她准备了香甜的生日蛋糕，让年幼的许妍满心欢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姥姥语重心长地对许妍说，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离开这个偏远的地方，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姥姥的话语也成功照亮了许妍前行的道路。许妍没有辜负姥姥的期望，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成功考入了荆州传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当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激动与喜悦涌上心头，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姥姥，想要与她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为了让许妍能够在大学里过上美好的校园生活，姥姥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许妍。那一张小小的银行卡承载着姥姥无尽的爱与关怀。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许妍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让姥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大学期间，许妍不仅在学业上刻苦钻研，还利用课余时间做各种兼职。她穿上厚重的玩偶服，穿梭在餐厅的各个角落，还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当起了家教老师。而她省吃俭用，将剩下的钱寄回去给姥姥，只为报答姥姥曾经的养育之恩。回到荆州后，许妍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刚与她见面的沈浩明满心欢喜地送给她一颗20克拉的大钻戒。此时的许妍心中五味杂陈，她深知自己曾经为了某些目的撒下了谎言，如今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那些过失，去报答那些自己对不起的人。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意外地见到了一个老朋友方磊。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方磊身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沈浩明面前，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给沈浩明介绍对于本次竞拍土地的看法。他的见解独到而深刻，让沈浩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下班之后，沈浩明特意找上了方磊，他心中充满了好奇，便问起方磊为何一声不响地回国并来到自己的公司。方磊嘴角微微上扬，打趣地回绝了这个问题。接着他拿出了一张曾经大学时期沈浩明送给自己的衣服照片。你大2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了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然而他们二人的举动却被一旁的许妍看得一清二楚。许妍发信息告诉沈浩明自己已经到楼下了。接到信息的沈浩明下意识地向方磊展示起手中的戒指，语气坚定地说自己准备结婚了，还表示有机会会介绍给他认识。说完他便匆匆告别了这位老同学。但很快许妍和方磊便迎来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许妍打听到方磊在学做菜，便也来到了厨房之中。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说起二人似乎在金达集团见过。方磊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你好，我是许妍。
你好，我是方磊，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此时的方磊也说起了他们家与沈家是世交，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许妍听后心中暗自警惕，她将方磊当成了潜在的对手，表面上却亲切地称方磊为妹妹，这看似友好的称呼，实则是在向方磊宣示着自己的主权。随后许妍看着方磊做好的沙拉，她便上前请求品尝一块。吃完后，她热情地邀请方磊去吃饭。在饭桌上，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方磊看着细心照顾自己的许妍，便说起在留学的时候沈浩明对自己的照顾，他还提到以后在公司可能还要麻烦沈浩明。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眼看在言语上似乎占不到上风的方磊，便说起了许妍这么漂亮，和沈浩明即将要结婚，自己准备给二人当伴娘。在这场爱与较量的复杂乐章中，许妍、沈浩明和方磊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的故事有将会如何发展？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许妍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精致绝伦的婚纱，宛如从童话中走出的公主。她手捧着馥郁芬芳的鲜花，缓缓地朝着站在台前的爱人沈浩明走去。此刻，沈浩明身着笔挺的黑色西装，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期待。当许妍终于走到他身边，两人相视一笑，随后他们一同挽起手臂，迈着坚定而又和谐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那象征着永恒与幸福的婚姻殿堂。在众人的瞩目下，他们来到了台前，司仪面带微笑开始主持这场神圣的仪式。许妍和沈浩明在司仪的引导下，缓缓伸出双手，交换着那承载着彼此承诺与深情的婚戒。当两枚婚戒稳稳地戴在对方的手上时，仿佛时间都为之静止。紧接着，在这幸福洋溢的日子里，他们相互拥吻在一起。台下的众人被这温馨浪漫的一幕所感染，纷纷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一同见证着这美好的瞬间，为他们的爱情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然而，婚礼的热闹氛围还未完全消散，仪式结束后，众人便开始忙碌地招待剩下的宾客。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真正的外国大学老师许叔叔。许叔叔夫妻二人不经意间看到结婚照上的许妍，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妍？是有点像啊，是他吧？许叔叔随后来到许妍面前，许妍看到他的那一刻，内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慌张起来。他最担心的事情似乎要发生了，他害怕许叔叔的前来会无情地揭穿他父母的真实身份。毕竟这场婚礼上他所呈现的父母形象都是精心伪造的。于是他强装镇定，试探性地问起许叔叔本次回国的原因。当得知许叔叔要多留在国内几天时，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沈浩明恰巧来到了这里。在众人的热情邀请和一番介绍之下，许叔叔成功被邀请前去一同参加宴会。此时的许妍内心之中变得极度不安起来，就连在给宾客们敬酒的时候，她的眼光还是不断偷偷看向一旁的许叔叔，生怕他会突然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许叔叔竟然和贾父母之间碰面，并开始交谈起来。许先生，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是吗？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许妍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她感觉事情开始走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方向，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即将被无情的戳穿。也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看出了许妍似乎有心事一般，眼神中满是关切，他轻声让许妍前去照顾爸妈。许妍听到这话，急忙出现，巧妙地缓解了即将要露出马脚的谎言。随后，为了彻底消除这个隐患，许妍灵机一动，提议让众人一起合一张照片。随后，他示意贾母动手，自己则假装要去叫沈浩明匆匆离开。随着贾母故意推倒贾父的胳膊，红酒瞬间洒在了许叔叔的身上。许叔叔微微一愣，随即笑着说出自住在楼上，自己去换套衣服就行了。这场危机也终于暂时被缓解了。许妍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的不安却并未完全消散。另一边，沈浩明带着方磊向一众朋友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妹妹，法律系毕业，如今还单身。方磊本就气质出众，再加上这番介绍，很快便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多人纷纷主动加上他的微信。等到忙完一切的沈浩明回到房间中准备休息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方磊的信息。无边泳池间，你说喝醉的人是不是很容易淹死啊？随后，沈浩明看着睡着的许妍，心中经过一番挣扎后，决定前去面见方磊。他本想着让醉酒的方磊尽快上岸，然而方磊却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要在这里醒酒，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与落寞。就在沈浩明准备无奈离开的时候，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见面的事情已经被许妍尽收眼底。这场婚礼所带来的风波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沈浩明与许妍大婚当夜，方磊竟在这个特殊时刻向沈浩明毫无保留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意。不仅如此，方磊还对许妍冷嘲热讽起来，直言许妍刚见面时就刻意装作清纯的模样，在他眼中许妍俨然成了一个心机深沉的女子。当他追问沈浩明为何要与许妍结婚时，沈浩明面色微沉，并不想回应这个问题，随后便匆匆离开了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地方，只留下方磊一人站在原地。第二天原本是沈浩明和许妍满心欢喜准备去国外度蜜月的日子，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方磊竟然不期而至。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紧张的气息，二人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吵了起来。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小插曲并没有给许妍带来过多的困扰。在异国他乡，她尽情地享受着这段美好的时光，与沈浩明一起漫步在浪漫的街头，欣赏着别样的风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回来后，他们惊喜地发现方磊此刻也与上一次在婚礼上认识的男生走到了一起。看到这一幕，沈浩明和许妍相视一笑，仿佛之前的那些不愉快都已烟消云散。随后，沈浩明便准备和许妍一起回家看姥姥，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姥姥的思念与期待。看到沈浩明和许妍相思夜想的姥姥，三人相见，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姥姥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热情地招呼着他们，随后便开始忙碌地准备为沈浩明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然而就在沈浩明和姥姥谈起许妍家庭情况的时候，许妍突然带着结婚照出现在此，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许妍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与期待，她拉着沈浩明一起去将结婚照挂起来。等到晚上的时候，为了防止姥姥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许妍便打算和姥姥睡在一起。然而就在即将要睡觉的时候，姥姥缓缓开口说起了一件事：你爸爸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了，说他肺上有肿瘤。虽然幸运的是肿瘤是良性的，但医生叮嘱以后不能再操劳了。第二天，姥姥刚出门就发现了已经早起来的沈浩明，二人便决定一起前去买菜，一路上有说有笑。此时的沈浩明说起可以接姥姥前去荆州居住，这样能更好的照顾她。然而姥姥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不愿意去大城市生活，她觉得乡下才是自己的根，有着熟悉的一切。随后姥姥说起许妍是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让沈浩明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许妍，眼神中满是嘱托与期待。另一边，许妍始终放心不下父亲的情况，她深知父亲独自生活的不易，于是便将一份信送到父亲门前。父亲打开信后，才发现里面是许妍的银行卡，里面的钱至并有，密码乔玲生日。然而回到荆州的许妍和沈浩明并没有闲着，二人一起来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上。就在许妍正在欣赏着四合院的时候，突然沈浩明说出了一件让他震惊不已的事情。原来这间四合院已经属于许妍了。沈浩明考虑到许妍想要成为新闻主持人，而这个职业必须要结交广泛的人脉，于是便精心策划，让许妍利用四合院去结交更多的人，为他的事业助力。随后来到房间中的沈浩明还贴心地为许妍量起了身高，动作轻柔而又充满爱意，仿佛这是为许妍弥补小时候缺失的经历，让她感受到被宠爱被呵护的温暖。在这个充满爱的家里，许妍和沈浩明的未来正如同这四合院中的阳光一般明亮而又充满希望，他们将携手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谁也未曾料到，来到荆州后干起化妆品推销员的乔玲，竟然意外地遇上了自己大学时期暗恋的同学于一鸣。刹那间，乔玲心中涌起一阵惊喜。然而就在她刚要迈出步伐追上去的时候，舍友突然冒了出来将她拦住。我要试妍妍。哦，原来舍友是来试用化妆品的。乔玲心中虽有些无奈，但还是热情地接待起来。可谁能想到舍友这一试用，便耽搁了乔玲大量时间，而且最终一个化妆品也没买。乔玲无奈之下只好拿出规定，告知舍友一个人一周只能试用6次化妆品。没想到舍友不但不理解，反而声称之前没这个规定，还警告乔玲小心自己投诉他。说完便匆匆离开了，留下乔玲呆愣在原地。下班后，乔玲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刚进门就意外听到了舍友在打电话。你们别舍不得花，早上吃几个鸡蛋都算来算去能几个钱呀？好，知道你能赚，但是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啊。从电话内容中，乔玲得知舍友省下化妆品的钱是为了能让远在老家的父母过上好日子。这一刻，乔玲心中五味杂陈，被舍友的孝心深深打动。她没有丝毫犹豫，拿出一堆化妆品送给了舍友。这些都是你试过的试用装，我带了点新的回来给你，以后你就自己在家画吧，别去柜台麻烦我了啊。
你老去柜台麻烦我，我就净得伺候你了，我怎么赚钱？舍友收到化妆品后，或许也觉得过意不去，便搬来一箱牛奶作为感谢。这份朴实的情谊让出租屋里的氛围多了几分温暖。可命运似乎并未打算就此放过乔林。第二天在库房搬运物品时，意外突然降临，经理接了个电话的间隙，乔林的手臂不慎被上方掉落的货物砸到，钻心的疼痛袭来，但乔林咬着牙还想坚持继续工作。好心的经理见状赶忙劝说他去医院，于是在舍友的陪同下，二人匆匆赶往医院。来到医院后，乔林独自走进门诊室，医生一番熟练的操作后，成功将乔林的手臂复位，并给他戴上了手臂吊带。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就在这时，医生缓缓摘下了口罩，乔林定睛一看，竟是当天在商场遇到的暗恋同学于一鸣。一时间，乔林又惊又喜，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于一鸣关切地询问起乔林家人的情况，得知乔林的家人都在老家，只有许岩还在荆州。原来于一鸣曾向许岩表白却被拒绝，此次见到乔林，便想通过他再次见到许岩，于是提议让许岩来医院接乔林。不久后，许岩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受伤的乔林，他急忙询问情况，得知并无大碍后，便与这位曾经的老同学于一鸣聊了起来。于一鸣看着眼前曾经的白月光许岩，心中满是感慨。二人开始深入了解彼此的现状。交谈间，于一鸣注意到许岩手上那枚耀眼的20克拉大钻戒。你结婚了？上个月。瞬间明白二人之间已再无可能，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失落。随后他默默返回了自己的科室。然而此时的乔林却已被于一鸣深深吸引，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背影。随后许岩带着乔林回到那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看着屋内仅有一个卫生间，家具也不齐全的环境，并且他看出乔林铁了心要留在荆州打拼，便决定帮他改善居住条件，同时也为了减少自己日后的麻烦。当天晚上，搬家人员便上门准备将乔林的东西搬到对面的房子里。乔林本想拒绝，他觉得这样太麻烦许岩了。许岩见状便提起小时候乔林对自己的帮助，这份情谊许岩从未忘记。就在乔林依旧有些犹豫时，许岩说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抗拒的理由。我忘记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不要搬了，几位大哥。搬得搬。那个对不起啊，刚刚那个我帮你们搭包场。乔林，啊。你手不方便，给你买的早餐。许岩一心盼着姐姐乔林能过上好日子，他不仅精心安排让于一鸣成了乔林的邻居，还特意拜托于一鸣在生活上多多照顾姐姐。对，一会儿我把食堂菜单发给你，中午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走了，拜拜。此刻的乔林拿着手机专注地翻看着菜单，脑海里满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却不知一场风波正悄然酝酿。另一边，许岩的前男友林涛正在家中遭受父母的严厉训斥。原来林涛父母得知乔林的父母购置了一处门市房，便不假思索地认定那是用了他们给儿子的彩礼钱。老两口气愤不已，责令儿子立刻去把彩礼钱追回来。林涛无奈之下只得发消息给乔林，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微信和电话都被拉黑了。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前往荆州，去找已成为家宴主持人的许岩。当林涛赶到许岩之处，却被安保人员以没有证件为由拦了下来。他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里面，心中满是焦急与愤怒。而此时的许岩正和于一鸣在公司外面的餐厅见面。然而二人见面，一方面是为了感谢于一鸣对乔林的照顾，另一方面于一鸣也希望能劝说许岩和乔林缓解关系，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姐妹。然而许岩心中有着自己难以言说的过往，那些经历如同伤疤，不愿轻易被人揭开。他打断了于一鸣的话，表示保持现状就足够了。就在这时，林涛竟意外找了上来，他看到许岩和于一鸣在一起，顿时怒火中烧，认定是许岩在背后捣鬼，才导致自己和乔林分手。许岩见状急忙起身准备出去和林涛好好解释，可林涛情绪激动，一把将他推倒在地。恰在此时，许岩突然瞥见之前刁难自己的同事出现在餐厅外面，他深知自己目前的身份不宜暴露，情急之下便对林涛说可以带他去见乔林。林涛信以为真，二人匆匆离开了餐厅。等那位同事来到餐厅时，于一鸣并未提及刚才发生的事情，表示刚刚二人只是撞在一起，没什么事情。随后许岩带着林涛来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说给林涛听。可林涛却固执地认为分手是别人的错，始终不肯面对现实。许岩见状严肃地告诉他，二人已经分手，没有任何关系了，不允许他再去干涉乔林的生活。为了彻底解决此事，许岩还提出自己可以把彩礼钱全还给他。然而林涛却依旧不依不饶，眼看没办法从许岩这里得到满意的结果，竟准备去许岩的公司耍无赖。这准是彩礼的事吗？我要的是人。我不知道。不说是吧？那我就天天来，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上你婆家去要人，你不是下得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许岩看着眼前这个如此不讲道理的人，心中满是厌恶，压根不想再与他纠缠。随便你。直接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许妍来到乔林家中，把昨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为了平息这场矛盾，也为了防止自己身份暴露引发更多麻烦，许妍决定还给他们家彩礼钱。她心想，只要把钱还了，或许一切就能恢复平静。乔林听后心中虽有些复杂，但也明白许妍的苦心，便同意了她的决定。解决完事情后，许妍便匆匆离开了。她不想再因为这件事而节外生枝，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平息。沈浩明得知此事后，立刻吩咐下属去处理这件事情。果然，第二天林涛不仅接到了爹妈的电话，甚至银行的行长也通知他回去。原来沈浩明的下属找到了相关方面，施加了压力。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周航什么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他会单独问你的情况。等到这场闹剧终于暂时画上了句号，许妍经过这一番折腾，心中感慨万千。她看着身边一直默默支持自己的沈浩明，心中满是温暖与安心。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她越发珍惜和沈浩明在一起的时光，二人也继续过上了他们甜蜜而美好的生活。别吞吞吐吐，说。黄总说你是太子爷。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沈浩明志在必得的18号地项目竟横生波折。对方公司黄总听闻沈浩明是太子爷，并不想与他过快的签订合同。沈浩明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虽心中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按照原计划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回到家中，妈妈看着沈浩明疲惫又烦闷的神情，心疼不已，便劝说他刚进公司，很多事情处理起来难免棘手，有些难题还是先让你爸爸去解决为好。毕竟面对新人，合作时难免会有所顾虑。沈浩明听着妈妈的话，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妈妈是为他好，但自己内心的那股倔强和想要证明自己的决心，让他一时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就在这个时候，许妍敏锐地察觉到了沈浩明此刻的烦闷与苦恼，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决定要为沈浩明做些什么。到了晚上，许妍轻轻拉着沈浩明的手，二人一同来到了泳池旁边的台阶旁。许妍从女佣那里打听到，台阶上有一处沈浩明小时候做的石雕。原来小时候这处台阶缺失了一角，父亲本想着找人修补，却被年幼的沈浩明拦了下来。沈浩明凭借着自己稚嫩却充满创意的想法，亲手制作出了这个石雕。此刻在柔和的月光下，许妍看着石雕上面有一只小熊和一扇窗户，她意识到这只小熊就如同小时候的沈浩明，躲在房间中。虽然内心可能充满了孤单与无助，但他却总是把所有的不开心都深埋在心底，只展现出开心快乐的一面给外人看。所以我就给他安了一盏小灯，希望可以驱赶走那些不开心的阴霾，不再这么孤单。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妍希望沈浩明能明白，真正的伴侣不仅能看到他的光芒，更能与他一同分担生活中的风雨。终于，浩明被许妍的真诚和温暖所打动，那道一直紧闭的内心防线渐渐有了松动的迹象。他轻轻将许妍拥入怀中，二人在这静谧的夜晚紧紧相依。为了帮助沈浩明解决18号地项目的难题，许妍开始四处奔走，积极打听对方公司黄总的消息。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和多方打听，他终于得知黄总为人十分古怪。原来黄总的老婆曾经身患重病，黄总不顾一切地放下所有的工作和生活，全心全意地陪着老婆四处看病。然而尽管他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倾尽了所有的心血，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老婆的生命。这件事对黄总的打击极大，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彻底打乱。此后他的许多行为都变得十分奇怪。如今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只剩下在养老院的岳母于淑芬。于是一个计划在许妍的脑海中逐渐成型。第二天，许妍以捐款的名义精心准备后，成功来到了养老院。在与工作人员一番客套的交流后，他便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准备前去见于淑芬。当他终于见到于淑芬时，却发现老人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且处于中晚期，状态十分不好。老人的眼神迷茫而空洞，不仅拿着扫把到处击打，嘴里还念念有词，又用手里的泥巴捏成素丸子。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妍想起了姥姥做的素丸子，那熟悉的味道和温暖的场景，如同电影般在她的脑海中不断回放。晚上回到家，许妍便和姥姥开始打视频电话，让姥姥指导自己做丸子。第二天，许妍再次去拜访于淑芬，她先是从包里拿出精心准备的美味桂花蛋糕，随后许妍想起之前了解到的信息，说起她和自己的姥姥都是支援边疆建设的第一批援疆人，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回忆。果然，这一番话语让于淑芬暂时稳定了下来。然而就在许妍准备为她吃蛋糕的时候，老人突然又一次失去了记忆，他眼神变得迷茫而警惕，认为许妍是小偷，不仅将蛋糕弄在许妍的身上，还紧张地拿出自己的泥巴丸子开始查看。眼看自己的泥巴丸子没缺少后，许妍便拿出自己亲手制作的素丸子，
当于淑芬看到这熟悉的素丸子时，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喜和熟悉，她的病情似乎在这一刻缓解了很多。在许妍温柔的安慰下，于淑芬开始吃起了蛋糕。许妍知道自己的这个计划或许能为解决18号地项目的难题带来一丝转机，而她与沈浩明之间的感情也在这共同的经历中变得更加深厚和坚定。许妍始终怀着满满的耐心与爱心，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养老院陪伴于淑芬。她知道，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而言，陪伴与关怀是治疗病情的良药。许妍日复一日来到养老院，陪于淑芬坐在电视机前，和她一起看着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电视节目。锻炼时间到了，许妍会和于淑芬一起做操。到了吃药的时间，许妍更是格外用心，想方设法看着老人把药吃下去。终于在许妍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下，奇迹终于出现了。于淑芬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她那原本混沌的眼神中渐渐有了清晰的光彩，甚至还能清晰地认出这个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您刚才叫我什么？这就许妍。您记得我名字了？我一直记着你的名字呀。于淑芬病情的好转，自然也引起了黄总的注意。黄总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来看望岳母，但每次来都能看到许妍在这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人。他看着许妍耐心地为岳母做出的这些事情，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感动。他意识到这个女孩是多么的伟大，于是黄总开始多方打听许妍的身份。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得知，原来这个一直默默照顾自己岳母的女孩，竟然是沈浩明的妻子。随后，黄总约上了沈浩明。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妍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这次见面，黄总表面上说是想和沈浩明一起打球娱乐一下，然而随着交流的深入，话题逐渐转到了工作上。沈浩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开始有条理地分析起黄总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如今黄总的公司正面临着明远集团的激烈竞争，在市场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而只有2家公司展开合作，才能整合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完美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让黄总的公司顺利进入核心的竞争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打完球一起吃个饭，到时候详聊。然而，就在沈浩明和黄总为了合作事宜积极沟通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正悄然袭来。和许妍处处作对的孙思维对许妍充满了嫉妒和敌意。这天，他从同事这里突然看到一则新闻，新闻上报道了一名女子利用假身份，请演员先后和3个男人举办婚礼，从中骗取了巨额彩礼。这则新闻瞬间吸引了孙思维的注意力。就在他仔细看新闻图片的时候，突然觉得图片上的演员有些眼熟。他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之前不久许妍结婚的场景。当时许妍在整个公司只邀请了主任和一位闺蜜参加婚礼，这让孙思维一直心存疑虑。此刻这个念头如同野草一般在他心中疯长起来。于是孙思维来到主任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盒茶叶，脸上堆满了虚伪的笑容，说是来给主任送茶叶的，实际上想要得到主任手机中的照片。他装作不经意地和主任聊起天，然后表示自己想要看看许妍婚礼的布置，说是想为自己以后结婚做打算。主任没有多想，便把手机递给了他。孙思维接过手机，装作认真查看的样子，实际上却在悄悄地将照片传到自己手机上。得到照片后，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对比刚刚看到的新闻。果然，他发现照片上的2个人竟然出奇的相像。此刻许妍的父亲是演员的事情暴露无遗，孙思维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立刻找到了自己多年来一直联系的狗仔，在狗仔的指引下，成功找到了许妍的假父亲。孙思维和狗仔气势汹汹地来到假父亲面前，准备拉着他上车，想从他口中套出更多关于许妍的秘密。然而这位假父亲显然不愿意配合，他皱着眉头，一脸不悦地表明自己根本不认识许妍，还强调自己压根都不姓许。他试图挣脱孙思维和狗仔的拉扯。你别着急，我现在不需要你承认什么。我们既然能找到你呢，肯定就不是毫无根据的喽。合作一下吧。自从许妍假父亲的身份被死对头孙思维知晓后，公司里的氛围便悄然发生了变化。第2天，孙思维一踏入公司，那阴阳怪气的姿态便展露无遗。他刻意找到许妍，说起听闻许妍打算报名财经主持人，他也决定要参与其中，并且不屑于使用那些常规稿子，打算凭借样片将许妍彻底击败。许妍听着孙思维这番夹枪带棒的话语，心中虽有波澜，但并未过多表露。终于选拔的日子来临，许妍身着简约而得体的职业装，步伐坚定地走上舞台。她
他站在聚光灯下，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从容。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主持能力，成功让在场的评委全都折服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次财经主持人的位置非许妍莫属。众人看着许妍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都觉得胜利已然属于她。同时，有人开始讨论着等结束后要提前开启庆功宴。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圆满的时刻，主任和孙思维匆匆赶到了这里。孙思维的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他向主任示意后，主任说到新闻样片那边人手不足，希望许妍能够前去帮忙。许妍一听，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情愿。他刚想开口拒绝，可主任却一脸严肃地强调同事之间帮助是正常的。许妍无奈只好跟着他们前往节目现场。当许妍来到节目现场时，眼前的画面让他瞬间愣住了。屏幕上正播放着请演员骗婚的新闻，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孙思维竟然将他的假父亲也请到了台上。许妍的心猛地一紧，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此时的许妍觉得压力剧增，环顾四周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时他只想逃离现场，找个能释放压力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其实眼下这种情况，他可以把压力吐露到有温度的社交平台，像 SO 就很温暖，这里的人愿意花时间倾听他的经历，可以给他安慰和鼓励，而且瞬间广场上有很多感受相通的灵魂，有了他们的陪伴，许妍或许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想有人陪伴，我推荐 SO。就在众人紧张地注视着台上时，假父亲开始缓缓开